一个不要脸的小三儿！在感情和生活当中，或多或少都有人遇到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儿，谁对谁错，冷暖自知，只有当事人心里自己最清楚。罗律师，我们都是女人，难道你在感情上就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困惑吗？哥们儿，这件事儿你必须得帮。我不帮你，这不是你公司的事儿啊，这是你家里的事儿，你找别人吧。你要接这场官司，300C，给你。海东，你这案子今天接的？昨天晚上。这是你写的？我客户写的，我润色的，不错吧？这是我写的。苗女士你好，我是罗丽律师。罗律师，谢谢你啊。可是，你觉着我这官司能有多大胜算？您先喝杯茶。坦率说，我没法给您任何的保证，但因为您是被告，您必须应诉，这您是没有选择的。那你有多大把握？不是，能有多大把握呢？目前看，罗女士找您。罗女士。罗美元？哟，你这个小三当的，你居然敢跑到这儿来，你还敢告我？你还要告我？哎，让你们怎么打人啊？你怎么打我呀？你别打人，打我！我真的要整了，我告诉你！没事吧？别打了，报警！冷静，冷静。不是你去那儿干什么？我不是心里过意不去吗？哎，我总得去跟人说一声吧。人家前前后后给帮了那么多忙。我早说过让你换律师，这律师是什么呀？他知道你所有的隐私和软肋。你倒好，大街上认识一个你就信任他呀，更何况你还是从网上认识的。谁让你不早去给我找律师的呢？你早知道我要告他，你非拦着，你就怕他受伤害，你就不怕我受伤害啊？现在好了吧？他满世界造谣，说我是破鞋。哎呀，你看你气的啊！他说你是你就是啊，嘿，你可真听他的。反正我是破鞋，你就破鞋她老公。行，我是破鞋头子不行吗？来，我给你揉揉来，好，你看看。受伤了？我来看看你。莫哭耗子假慈悲，你是代表你的当事人来看我的吧？我代表我自己，这个也代表我的当事人。我告诉你好消息，我的当事人同意补偿你了。当然，他要补偿我医药费呢。你见过什么世面没有？就你这俩创可贴值多少钱啊？我是说我的当事人啊，同意补偿你不接这个案子的费用。那应该是你补偿我，是你从我这儿撬的案。我凭什么补偿你啊？我再跟你说一遍，这个案子我接。不是我从你这儿偷走的，我跟你说啊，第一，董大海是我多年的老朋友，我一直是他们公司常年的法务顾问。这个董大海啊，原来没想让罗美元生事，罗美元已经闹成这样，他怕摁不住，他才找的我。第二，那天是你让我来修电脑的，我只是八卦地问了你2个问题，我不知道罗美元是你的客户。还有第三吗？我这么大一个律师，咱俩这么好的邻居，我犯得着吗？第一，我现在是苗锦绣的代理律师，我们的立场是完全对立的。第二，作为一个同行，我深深鄙视你这种行为，不是因为你接的罗美元的案子，而是因为你用的律师声明是我起草的，虽然你做了修改，依然是在我写的基础上修改的，这将成为你人生的一个污点。第三，你刚才解释那2条已经说过了，以后不必再说了。谎言就是包装100种形式，也依旧是谎言。
你看，我就知道你不信，我有证据。我知道你现在在看，我把证据给你带来了。这个是董大海聘用我的聘书，这张是我律所和他公司常年的这个财务往来，这里还有这个电话记录，伪造的吧？我拿来就是给你检查的。哎，不说话了，证据确凿吧？行了行了，石老师也给你个机会，跟我说声对不起吧。还是你对不起我呀？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呢？你用的声明还是我写的那份。哎呀，小罗啊，我知道你在工作上这个受了一个挫折呀，不舒服。这样，我就是来让着你的。该怎么说怎么说啊？你那份声明啊，写的还真是不错，这个条理清晰，情感丰富。这样吧，你呢就别站在苗锦绣那边打这个打不赢的官司，我让你让到底，你给我当助理，我在这个案子上所有的收入，我跟你4、6分，好吧？3、7，我7，你3。你这就人心不足蛇吞象。2、8，我8你2。你搞清楚状况，我是过来让着你，不是怕你。你要是真的打这个官司，你连1毛钱都得不着。那就1、9喽。咱俩不谈了是吗？谈判失败了。你为什么非要打这么一个打不赢的官司呢？明知道会打赢的官司，打起来还有什么意思？你有这么高风亮节吗？理解不了了吧？上学的时候老师没教你啊？有些官司明知道会输也要去打。打官司不是为了赢，是为了维护尊严、公平、正义。等你这意气风发的稍微退了啊，你认真想想，我今天过来是不是来让着你？反正我良心上是过得去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别这儿拧，也别感情用事。法律只保护财产，不保护感情。你要非这么拧的话，咱俩就第3次在法庭上见了。老地方见。法律只保护财产，不保护感情。保护财产。喂，苗女士，您在哪儿？我想过去找您一趟。对，现在，咱们反诉他们，保护财产。我是被离婚，我是被离婚，我是被离婚的。我根本就不知道董大海他真的要跟我离婚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就是把我们那个假离婚给我撤了，撤了，行吗？给我撤了。是，您先别激动，您先听我说。你说。首先，您是个成年人，您签了字，还在民政局办的离婚证。您就很难证明这是假离婚。那我个人给您的建议是，咱们从财产入手，反诉他们。从法律的角度，离婚前，您前夫名下的财产应该是你们夫妻双方共有财产，他在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处理，给罗美元的公司投资，给罗美元购买贵重的物品，也就是说，您前夫和罗美元做生意挣的钱里头也应该有您的一份。我建议，咱们提出诉讼。要求重新分割离婚前财产，您看怎么样？可是我不想让人家以为我是为了财产。你们家有水吗？我想喝一口。我就是不明白，我就是想不通。你说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家董大海他为什么要骗我啊？为什么要骗我跟我假离婚呢？你知道啊，当初我们那个
结婚的时候，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就一穷光蛋，他什么都没有。我们俩那是白手起家，你看看，这些都是后来才有的。现在什么都有了，他要跟我离婚了，不跟我过了，凭什么呀？其实以前吧，我们家董大海那人真是挺不错，是个好人。他都是被那个狐狸精给迷惑住，就那罗美媛那个小三儿一直勾搭他，知道吗？哎呀，你知道他们俩从哪儿搞上，怎么认识的吗？扬子江商学院。聪明啊，就是那个破扬子江商学院，那哪叫什么商学院，那就是一个小三儿学院，专门培养小三儿的。哎呦，我也是不明白了，现在这年轻姑娘，你说你又年轻又漂亮，巴巴的找个小伙子结婚了多好啊，干嘛就看上别人家老公了呢？你说我们家董大海哪儿好啊？怎么就看上他了呢？哎呦，你说现在这小姑娘哈，以前长大10几岁的，后来20几岁，现在都30多岁都不算大了，真的，你都快成他爷爷了。是。苗女士，您说的这些情况我都已经了解了。问题是现在人家是告您，告您侵犯了隐私权和名誉权。那他还破坏家庭呢？关于破坏家庭吧，全世界各国也有不同的规定。有些国家和地区的规定，破坏家庭或明知他人有家庭还故意破坏的，这是一种犯罪，是要判刑的。对，就得判刑毙了他。但是，咱们国家没有这种规定。为什么没有啊？为什么没有啊？必须有，就应该有。你知道现在小三有多猖獗啊？居然敢把原配告到法庭上去！哎，而且现在社会上还流行说什么？我说小三我光荣啊，我破坏人家庭，我有本事。哎，你当不了小三，那是因为你老了，你不漂亮。你骂小三，那是因为你羡慕嫉妒恨。这都什么话呀？哎，合着觉得能当小三特自豪，整个就是黑白颠倒嘛。对，小三是挺可恶的。对，但您现在不是离婚了吗？我是被迫的，知道吗？是假离婚。我跟你说哈，你看着我。我跟你说，就是那给我们家出主意假离婚的那律师叫迟海东，他现在又变成了小三罗美媛的律师了。我敢肯定，在这之前他一定知道我们家董大海跟罗美媛那个小三的不正当关系，他们就是联合好的，设计我，真的，他们在算计我。不会吧？为什么不会？为什么不会啊？你知道我们家董大海跟那迟海东他是朋友。哎呦，我说到这儿，我真是可后悔了，我可后悔让我们家董大海跟他认识，跟他在一起做朋友了。真的，他这人不三不四的，那出了好多馊主意。要说以前吧，我觉着迟海东还不错，我特别信任他。可是后来一看，哟，他怎么是这玩意儿？什么呀，还律师呢？哎，关于他的情况，你了解吗？算认识。我跟你说点他的情况。这个人无底线，就是前几年吧，他认识一校花啊，他要跟人结婚，跟人说，哎呦，我有房，我又有车，后来人就跟他了。哟，前一阵子哐一脚把人给踹了。哎，他当时说了一段话，在网上特别的疯传。这一段话吧，就是大概的原话啊，大概的就是这么说这个，哎，我有房，我有车，可是你拿不走，分不了，为什么？那是婚前财产，跟您没关系。您呀，该干嘛干嘛，该去哪儿去哪儿。什么话呀？这什么话呀？啊，合着跟你睡了几年白睡了啊？哟，何比嫖娼还合适？那什么，那就是流氓。反正他们家的情况吧，我比您清楚。我是他前妻的代理律师。哎呦，就是您啊！哎呦，知道，听说了，说你这人特别好，主张正义。陆律师啊，我这官司就拜托您了啊！他们一定要打，你说怎么打就怎么打，你指到哪儿我就打到哪儿，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，全听你的。我还是那个建议，从财产入手。为什么呀？我不想要钱。婚姻法不保护感情，法律没有规定一个人必须爱一个人一辈子。
老年人起的就是早啊。没有你早啊，你半夜不就出去了？偷窥我呀？没有，我都睡着了，听见你那屋门砰的响了一声。看不出你还挺关心我。披头散发，很憔悴啊，像是一出悲剧的女主角。女主角另有其人，我最多就是个听众。昨儿在苗锦绣家聊了一宿。哦，我误会了。这个，你说你何苦呢？为了一个打不赢的官司啊？你还好意思说呢？当我没说。你们都聊什么了？半个晚上用来骂前夫，半个晚上用来骂你。你在人那儿骂我？我倒是想骂你，插不进嘴啊。哎，我问你啊，你是不是明知道董大海有小三儿，还和他一块合计骗人家苗锦绣假离婚的？我有这么道德败坏吗？苗锦绣问我假离婚是怎么回事的时候，我清清楚楚跟她说过假离婚如何不好。苗锦绣带着董大海到我办公室那天，你在呀？你因为4000块钱跟我闹得不可开交，你忘了？焦艳艳给你打电话说她要假结婚，对吧？那两口子的事儿我就根本顾不上了。最后是潘小刚给他们签的协议。那董大海是我朋友，这协议签了，我再给撕了。干嘛你？看着我的眼睛，姑且相信。我说嘛，你这人有时候是有点缺德，但还不至于这么没底线。你别骂人不带脏字儿啊！我告诉你啊，这律师最大的职责就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你别老站在你自己的情感立场上去判断别人的不是。这个离婚最大的分歧是什么呢？不就是财产纠纷吗？就算董大海撒了个谎，那他也是净身出户啊，对吧？你这个苗锦绣还不依不饶的。我现在其实啊，我开始理解董大海，他要不用这个方法，他这婚啊，一时半会儿根本离不了。哼，你甭跟我扯这些啊！你不就想论证董大海假离婚还是一件特正义的事儿吗？这话呀不能这么说。你呢，你得学会站在角色的立场上，用角色的态度去思索角色的行为。哎，你等会儿，这跟角色不角色有什么关系？我最近为你好好研究了一下斯丹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。我给你讲讲啊，为什么那场让雷劈了你的戏你总演不好？歇了，那场戏要是让雷劈了你，我一定能演得特走心。你得睡会儿，四凤。那就让雷劈了你！今日与他送相会，非的是美梦姻缘已敞开。嘿，妹妹，我来死了，我来死了。哎呦，能不能换换呀？这每天都是豆浆油条的，这喝豆浆喝的我呀，现在一打嗝都是黄豆味儿。这油条吃多了，老年痴呆啊！你哪那么多毛病啊？我天天伺候你吃，伺候你喝，你还找茬啊，挑毛病。什么叫你伺候我呀？那是你早上出去遛弯去，哎，回来顺便买这些东西来对付我。这能不能换换呀？我换啦，我出去买早点的时候，天天换衣服啦。换衣服管什么呀你？哎，你再这么捯饬，你也掩盖不住你那3年。你有完没完？3年，3岁，你叨叨个没完呢你！女大三抱金砖，你还金砖呢？你就是一老城砖。别看我比你大3岁啊，其实你长得吧，哎，比我大6岁。谁让你长那么着急啊？老啊，就是老。我跟你说，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。哎，你说你
人家户口本上一个1，你愣加了一个拐弯改成了个4，一下你就瞒了3岁的年龄啊！你多大本事啊？在我身边卧底了30年，你怎么不演潜伏去你？你吃不吃啊？我不吃。不吃你出去吃。出去，我出去吃包子去。我再要一碗粥。3岁到了就没完，你这好在那吃个早饭的人能吃出点声儿来。喂，妈。怎么了？怎么了你？你爸爸的要翻旧账，说我当年隐瞒他3岁是骗婚。你爸爸今天还说我可以去演潜伏。今天好好的一顿饭就没有吃成。说实话，妈，我一直都觉得你跟脆皮儿挺像的。您说您当年怎么就说服人派出所的人给您改年龄呢？我干嘛要去买通派出所啊？派出所哪有那么好买通啊？我把1加了一个勾，不就变4了？哦，您看，我爸没说错吧？您确实有谍报人员的素质。行了，以后啊就跟小秦阿姨保持距离吧。要不是他出卖你，你还是可以继续潜伏下去的。我跟你说，我一辈子我都记住他。行了，没事儿，妈，我就再睡一会儿了。我怎么会没有别的事儿？你等会儿。我问你，你对象找的怎么样了？这说到这事儿吧，我就想到人家唐美玉，你看多好啊！人都有孩子了。你什么时候才能有啊？你别让妈操心，行不行啊？妈，您跟我爸也够让我操心的了。你看人家的爹妈成天恩恩爱爱、不争不吵的，你们就不能学习学习吗？那还不都怪你啊！你说你要是早点结婚生孩子的话啊，你让我跟你爸爸带着，家里面其乐融融的，我们俩怎么会吵啊？我们俩肯定好好的。您不能老把您跟我爸那点矛盾全都赖在我身上吧？这样太不公平了。您说您二老没事儿出去旅游啊，别老成天闷在家里头，那脾气也是越闷越臭，越闷越古怪。丽丽妈跟你说啊，我跟你爸爸，你不用管了，我们无所谓了，反正我们这年龄了。倒是你什么时候找人呢？你得赶紧呀！妈不是吓唬你啊，这女人啊，这一个人时间太长了，我跟你说，那脾气吧会变得越来越快，越来越快，越来越快，真的，到时候你想嫁都嫁不掉了。老婆，老婆，来，我给你炖点汤，喝点汤。来，我喂啊。来，老婆慢点烫啊，来。来，再来一口来。烫。来。你端。喂。哎，哎。那个，您说啊。你好，是曹乾坤吗？是我。好，我是中诚集团人力资源部的。你好。曹先生，是这样的，您申请的是我们集团法务部主管的位置，对吧？啊，对啊。啊，我们看了您的简历，想问您几个问题。您说。您最快什么时候能到岗啊？我这随时都能。啊，好。老公。这样，那个我一会儿给您打过去成吗？哎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老公。啊！我要喝热水。哎，来了啊！热水。等会儿啊。来，热水来了。水来了，哥。
那个家里没水果了，我出去买点水果，你在家乖乖等我，好不好？啊，等我啊。各位，别瞎叫，是我老婆。哎，来吧，来你们家当小三儿不行吗？啊，来啊，爱为你个乖啊！宝宝，我怀孕之后就没陪你去看过电影了。没事，有我呢，我陪你老公看。师傅，哎，海东，你不来一个啊？捏的特舒服，啊？哎，这男人啊，能不结婚就别结婚，真的。要是结了呀，就别离；离了结，结了离，净瞎折腾。哎，海东，我那时候离婚的时候，咱俩这么好哥们儿，你怎么不拦着我呀你？老婆孩子都拦不住你的事儿，我能拦着你？你离婚完了以后怎么没事似的啊？每天吃蹦豆似的，快乐单身汉是不是啊？哎，我们池老师什么都没要，净身出户。我也没要，我就要一小破房子。不是，您这要是真不要啊，您还婚离不了。您当初不就是骗嫂子说您要卖那小破房子，怕征税，所以才离的婚吗？这单身又是一套住房，不征税。这谁给我出的主意是？不都你们出的馊主意吗？杨绛先生写过一本书，叫《我们仨》，讲他们一家人的。以后啊，我给您也写本书，叫《你们仨》。哎，你说这是不是叫那个不是一家人就不进一家门啊？我们仨有什么好写的？我们仨不能写书了，哼，我们仨将来得拍电视剧了。是啊，我们去那儿吧。哎，好。哎，不问了啊！哎，谢谢。哎，海东，你看看那三个，你看看那三个啊，看看这三个啊，多好啊！你怎么不早叫啊？我也是刚看着。行了，说正事啊，就是我这事儿吧，我就想啊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可是我这媳妇儿啊，没完没了啊！我是摁都摁不住啊！你说，我本来啊不想找你，想找别的律师，可是我丢不起这人。你说，
到最后啊，这律师是又赚钱又出名，我是又出钱又丢人。这就叫将帅无能，累死三军。行，咱说正经事儿。哎，我呢，让你啊做罗美园的律师啊，目的只有一个。您都说过了，您不就是怕家丑外传吗？我们跟您是一家人，我们知道就知道，绝不外传啊。不是，这是其中的一目的啊。还有什么目的？哎呀，这让你俩给气糊涂了，那目的就忘了。总而言之啊，一句话，这俩人都得安抚，都是老婆，一个前妻一个后妻，更何况现在最难的是什么呢？罗美园现在也怀上了，也是我的孩子啊。我指着这俩孩子将来情同手足呢。你说现在打成这样，怎么青铜？不是我什么叫青铜啊？本来就是手足啊。调解呗。对，调解，就两个都得调解，你知道吧？喂，老婆，你在哪儿啊？我在开会，等会儿给你打。喂。哎呦呦，娘娘微服私访啊！看看你不欢迎啊？在家被人伺候的滋味不好受吧？没人伺候我，老曹最近可忙了，不知道忙什么呢。是吗？这太不像话了，回头我帮你教育他。你什么时候见他？我忙得要死，哪有空见？快进来。你这么忙呢？我还打算来这儿找你，下午陪我看场电影呢。哎呦，我下午可真没空啊，要不晚上吧，晚上我跟你一块吃饭，陪你看电影去。那你陪我看《前任攻略》吧，那戏我看过了。跟谁看的？哎呀，大不了再陪你再看一次呗。是吗？我好吧。你真好呀。会吧？票都买好了，今儿怎么那么大方啊？看看几号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是。那现在你全都知道了。你为什么要瞒着我？我就怕你受伤害嘛。你那时候还大着肚子呢。再说，我想的可能也没什么吧，不就看了场电影吗？真的是你啊！你以为你瞒着我，你就不伤害我了？你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？一辈子啊？你等会儿，什么叫真的是我呀？我就觉得老曹不对劲，外面像有个人。我来之前我都不能确定是你，你倒好，贼不打，3年自招，承认了。哎，汤美玉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说我跟你家曹乾坤有一腿啊？要不然呢？你笑，我太了解你了。你这种笑就是掩饰，就是心虚。你太过分了，萝莉。咱俩是最好的朋友了吧？人家说防火防盗防闺蜜，我真没敢往你身上想。现在想想，我是不是傻呀？你就是我抢人家老公的前科，你就是傻，汤美玉。你是不是刚进来的时候脑子被门夹了？你，我跟吴文辉的事情别人不知道，你不知道啊？我也是受害者，我怎么知道他有老婆孩子呀？你刚说那话太伤人了，你。我看上你们家曹乾坤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我要看上他的话，我上大学的时候就下手，还轮着你吗？这曹乾坤看不上你。你说，电影是不是你俩看的？是。你怎么能跟我老公一块看电影呢？哎呀，他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俩真够行的，口供都不带对的。我告诉你，他说了，这电影他是跟迟海东一块看的。他说的也没错啊。什么叫没错啊？到底是你俩看的还是他俩看的？你等着。拿着。什么呀？你自己拿着看看。这是你刚给我的。坐下吧。你怎么有一张啊？我坐下，我再跟你好好说。
事儿呢是这样的，乾坤，这样。曹建坤，老曹啊，老婆怀着孩子，他带别的女人来看电影。曹建坤，我死你他妈听着！事儿呢是这样的，我最近呢工作压力太大了，那天就逛了逛商场，想看场电影。我一到那儿呢，巧了，老曹和老池也都在那儿排队买电影票。我当时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，可能是职业敏感吧。我看他俩大老爷们儿那么亲密去买电影票看电影儿，哎呀，我想该不会他俩有点啥吧？你懂的啊。所以就买了个同一场的票进去观察一下。你说这电影你们仨一块看的？不，也不算是一块看的，他俩不知道我坐他俩后。那你说你观察结果呢？一切正常，放心好了。罗莉，你不能骗我啊！你发誓，你发誓说你跟我老公没事儿。我发誓，我要是跟曹乾坤有一腿，诅咒我一辈子嫁不出去，人老珠黄到死，行了吧？你拿这么重的施法，那我踏实。哦，吓死我了！刚才真的以为你跟我老公有事儿呢。跟你老公好，我还不如跟迟海东好呢。啊？这迟海东好歹是单身呀，我看你老公图啥呀？要啥没啥。啊，看来我最近是太胡思乱想了。那次，就你来我家看我，然后老曹送你走，你们俩还说看电影的事儿。你们刚走就有人发微博，说有俩人在我们家楼下搂搂抱抱。我那次也是胡思乱想。哦，你说我是不是得了传说中的产后抑郁啊？你这是产后精神病。对不起啊，我错怪你了，你别生气啊。你少来，你要有诚意的话，今天晚上请我吃大餐，再请我看电影。我哪有时间陪你看电影啊？我得回家给我们家老曹做饭去。走了啊，拜拜。什么人呢？你这是？